这些动物发生了什么？如果说它们大脑还是清醒的，但手脚却不听使唤，你敢相信吗？跟随 4K 超高清视角，带你走进这些会控制昆虫行动的恐怖真菌。动物最残忍的死法是什么？是被人类杀死，还是被其他动物吃掉？在这些真菌面前，这些死法都是弟弟，因为它不仅可以控制被感染的生物的思想，还会从它们的身体里生长出来。它就是僵尸真菌。僵尸真菌属于真菌类，最初被认为是单一物种，但实际上却有4个截然不同的种群。热带雨林中，一场无声的惨烈战争已经打响了数百万年。这是一场蚁群以及其他昆虫与不同真菌种族之间的战斗。和寄生虫一样，这些真菌也需要一个宿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存在于雨林中的不同蚁群就像人类一样，时刻面临着可能会消灭整个种族的疾病大爆发的巨大风险。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蚁群们进化出了强大的防御能力。如果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同胞被感染后，会将它放逐。如果其中的同胞死亡，他的同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它移走，防止感染。这样做虽然避免了自己种族的灾难，但对于尸体周围的蚁群来说，这将是灾难的开始。真菌存在的迹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将变得更长，更为明显。在蚂蚁的关节处，也能明显看到白色带毛的真菌。你会认为僵尸真菌只是会通过感染脑细胞来控制这些昆虫的思维，但事实是，孢子会利用生物活性化合物侵入神经系统，从而释放多巴胺来使做出这样行为的蚂蚁或昆虫更加愉悦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昆虫如此乐于牺牲的主要原因。最开始时，科学家认为这些真菌的控制会大量地集中在蚂蚁的头部，但经过研究发现，它们实际上在蚂蚁的胸部和胃部都有被发现。它们会入侵蚂蚁的肌肉系统，使其与蚂蚁的肌肉相连，从而控制它的行动。这就表明了，僵尸真菌并不会直接控制蚂蚁的神经，而是控制它的肌肉活动，强行把蚂蚁移动到适宜自己生长的地方。这样的能力实属惊人，因为它意味着蚂蚁的大脑还是清醒的，但手脚却再也不是自己的了。但就目前而言，关于僵尸真菌是如何传递以及传递什么化学信号，我们还一无所知。不管它是如何传递这样的信号的，很显然，蚂蚁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。这里是学长寻踪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